就在埃米拉寻找着凶手的时候，苏无忌已经开着车抵达了特斯街区的132号公寓。很老旧的公寓楼，从外面看，似乎很多人都搬离这里了，很多窗户碎了也没人修。楼下单元门口还坐着几个吸得不知天地为何物的瘾君子。苏无忌往腰间插了2把冲锋枪，别了4枚手雷，这才开门下了车。他径直来到了17层，一路经过7、8个一看就没人住的房间，这才到达了女警西梅娜的家。苏无忌并未贸然闯进去，而是站在门口敲了敲。一个17、18岁的大男生打开了门，看似嘴巴有点歪，还有点大舌头，不清不楚地问道：你是谁啊？苏无忌的目光之中隐现不忍之色，他一眼就看出来，这个大男孩是个脑瘫患者，行动都不利落。摇了摇头，他尽量用缓和平静的语气说道：我是西梅娜的朋友。我姐姐不在家。这大男孩说道：你请静静。室内面积不大，家具老旧，但很是干净整洁。一个满头白发的女人正躺在床上，看起来有些虚弱。这是我的妈妈。大男孩说道。这妈妈睁开眼睛说道：西梅娜的朋友啊，你好，请坐。西梅娜早晨回来了一次，但现在还没有下班回家。她永远都不会下班回家了。苏无忌在心中说道。想到这儿，他想把那些凶手千刀万剐的心情又涌出来了。阿姨，您的身体不太好吗？苏无忌问道。鸟毒症。西梅娜的妈妈虚弱地笑了笑，说道：没办法，已经生病很长时间了。抱歉。苏无忌又问道：我想问一下，西梅娜的父亲现在……他以前是瓜达拉哈拉纳托警署的警长，后来被毒贩杀害了。妈妈说道。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那时候乔亚奥才5岁。乔亚奥就是这个大男孩的名字。看着这一对母子，苏无忌不禁想起了一句话：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专找苦命人。在父亲去世之后，西梅娜无疑已经成为了这个家庭的顶梁柱。弟弟生活不能自理，妈妈这2年又得了尿毒症，家庭开销实在太大，全靠西梅娜把钱赚回来。这时候，苏无忌的目光扫过床头柜，眼波随之狠狠一颤，因为他看到了几张被叠起来的欧元。那是苏无忌在清晨给出的500块。西梅娜拿到了这笔钱之后，立刻送回了家。她并不是要给自己买冰咖啡，而是用来给母亲治病的。苏无忌后来多给了她500块，可即便很缺钱，西梅娜也没有要。想着西梅娜死前的惨状，他狠狠咬了咬牙，随后强行调整了情绪，换上了略微轻松的表情，问道：阿姨，我去一下卫生间。就在那里。妈妈抬手指着。苏无忌去了卫生间，用冷水洗了洗脸，然后掏出了身上的所有钱，放在洗手台上面，用卷纸压着。而这时候，艾米拉的电话恰巧打了过来。苏无忌接听之后，对着镜子调整了一下面部表情，主要是收起眼底的杀气。随后他才走了出来，说道：阿姨，乔亚奥，我忽然想起来，还有一些事，我得先走了。西梅娜妈妈微笑着说道：好的，小伙子，以后常来玩。苏无忌的鼻子有些发酸，强行挤出微笑，匆匆告辞。他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把西梅娜的消息告诉他的家人。关上门之后，苏无忌并没有立刻离开，
而是在走廊里观察了一会儿。而这时候，从门缝里传来了西梅娜妈妈带着欣慰的声音：“乔亚奥，这还是第一次有男孩到家里来找西梅娜呢。咱们家庭条件不好，西梅娜一直没谈过恋爱，不知道这次会不会有什么改变。”乔亚奥不清不楚地说道：“希望有人能对姐姐好一点，她太辛苦了。”他虽然脑瘫，行动不便，但并不是傻子。苏无忌听得心脏抽疼。而这个时候，一个身穿黑色连帽卫衣的男人走出了17层的电梯。他戴着帽子，2只手都放在上衣的口袋里。这种口袋是中间连通的，隔着衣物似乎能看到他的手攥着东西。苏无忌一见到这身衣服，眼睛里的杀意瞬间爆发了出来。因为艾米拉已经把查找监控的结果告诉了苏无忌，那个捅死西梅娜的男人穿的就是黑色卫衣和牛仔裤。苏无忌和他擦肩而过，那个卫衣男只是用余光看了他一眼，并未动手。就凭这一眼，苏无忌已经确定对方其实还没发现他抵达墨西哥，只是在杀了西梅娜之后，还要来对他的家人进行灭口。不过自己在车祸现场把西梅娜抱起来的视频，想必很快会被敌人看到。开车撞死了人还要来他的家？苏无忌忽然开口，声音淡淡。那名卫衣男听了，立刻停下了脚步，身体已然变得微弓，明显准备发力了。下一秒，他忽然转身，大臂一挥，手里已经闪现出了一道凌厉的寒芒。苏无忌赫然看到，那寒芒正是一把带着血槽和锯齿的军刀。这家伙的攻击角度极为阴毒狠辣，直接奔着苏无忌的咽喉而来。然而苏无忌往后退了一步，左手精准地抓住了对方的小臂，右手在他的手腕上猛然一推，咔嚓，那握着刀的手腕直接折断，军刀也随之脱手掉落。这个卫衣男的反应极快，对疼痛的耐受度似乎极高，手腕断裂的剧痛甚至没有让他的动作出现丝毫迟滞。在军刀掉落的一刹那，他的左手便已经迅速伸出，想要接住那把刀。光是这几下的反应，都已经超过了墨西哥本国特种兵的平均水平了。可是，一只手却比他更快一步地握住了军刀的把柄，然后直接把刀锋捅进了他的肚子里。这卫衣男的身体狠狠一颤，微黑的脸迅速涨红。苏无忌把军刀拔出来，又往他的肚子里重新捅了一次。这一次，他的动作很慢，那卫衣男甚至清楚地感受到了自己的肚皮被刀刃上每一个锯齿缓缓切割开来的痛苦。这卫衣男想要出声叫喊，苏无忌却已经提前抬手捏住了他的喉咙。给我进来！苏无忌一脚踹开旁边一扇脏兮兮的房门，里面没有人居住，已是落满了灰尘。他把门关上，随后掐着这位衣男的喉咙，将他拖到了卧室里。后者咬着牙，已经满脸涨红，眼睛里已然充斥了无数的血丝，眼球里不知道有多少毛细血管因腹部的疼痛而爆开。为什么要杀西梅娜？苏无忌松开了左手，冷冷问道。卫衣男咬着牙，狠声说道：你死定了。苏无忌的声音里寒气逼人。我如果是你，一定不会这么讲，因为我的右手还握着刀呢。说着，他的右手缓缓拧动，那把带着锯齿的格斗军刀在卫衣男的肚子上转了90度。那皮肉被火剐的疼痛让他简直要灵魂出窍了。
啊！这家伙疼得要命，刚想放声叫喊，苏无忌一拳重重砸在了他的胸口。这位医男嗓子眼里的话便喊不出来了，开始控制不住地咳嗽了起来。可他每一次咳嗽都使得腹部的出血量进一步的增加。回答我的问题，为什么要杀了西梅娜？苏无忌冷冷说道。这位医男抬眼看到了面前青年的眼神，忍不住的打了个寒战。对方的眼神里不含任何感情，就像是看死人一样的看着他。这位医男读懂了苏无忌的眼光，他知道自己就算回答了问题也是要死的。受人指使。这位医男说道。我全部说出去之后，能不能让我死个痛快？苏无忌攥着刀子又转了90度，冷冷说道。你没有和我讨价还价的资格。肚子上被生生绞出来一个血洞，这位医男疼得快要晕过去了，眼前一阵阵发黑。我叫马雷斯，是古铁雷斯先生的贴身保镖。这一次他要除掉几个人，让我配合纳托警署的阿尔科纳曼警长行动。卫医男开口说道。苏无忌知道，古铁雷斯就是墨西哥排名前3的毒枭。这个疯狂的家伙曾经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瓜达拉哈拉的新任市长在就职演说上表态要清除本市毒品，抓走所有毒贩，还瓜达拉哈拉人民朗朗晴天。而就在他就职之后的第2天，一群全副武装的恐怖分子打进了市政大厦，将这位想要干事的市长直接从楼上丢了下去，举世震惊。而当天晚上，古铁雷斯居然还只是手下，就在瓜达拉哈拉放了1小时的烟花。该国政府早就被渗透成筛子了，即便知道是谁干的，也没法去抓。最重要的是，政府军打不过。而这马雷斯所说出的另一个名字，让苏无忌狠狠皱了皱眉头，眼睛里的杀意浓郁到有如实质。纳托警署的阿尔科纳曼警长是西梅娜的顶头上司。这个蛇鼠一窝的地方，前几天的连环杀人也是你干的啊？苏无忌冷冷问道。是的，他们的脖子都是我拧断的，但我并不知道为什么要杀了他们，可能是因为某件事的灭口。如果你想知道真实原因，得去找阿尔科纳曼警长和古铁雷斯先生。马雷斯说道。这时候他的手机响了起来。苏无忌把手机显示屏放到马雷斯的面前，冷冷问道。这是谁呀？马雷斯看了看号码，说道。就是阿尔克纳曼警长。接电话呢？苏无忌说道。该怎么说啊？你心里应该清楚。他按下了接通键。马雷斯忍着疼，尽量用平缓的语气说道。阿尔克纳曼警长，你手下那个女警察的家人都被我灭口了，我得回去找古铁雷斯先生复命了。电话那边说道。还不可以，有一个华夏男人出现了，是他把西梅娜送到了医院。马雷斯先生，还得辛苦你再出手一次，弄死他。苏无忌眯了眯眼睛，果然自己被发现了。我知道了，马雷斯说道。你在哪里？阿尔科纳曼说道。我在和警署的同事们在维拉酒店的包厢里，等着晚上给你开庆功宴。哦，这才刚刚下午而已，这群人都准备开始醉生梦死的夜生活了。更离谱的是，这群所谓的警察居然都是杀害西梅娜的帮凶。苏无忌心中已然杀意爆棚。我知道了。马雷斯示意了一下，苏无忌随之挂断了电话。你表现不错。苏无忌的眼神冰寒如霜，冷冷说道。我会让你死个痛快的。
我该谢谢你吗？马雷斯惨然一笑，然而下一秒，他的眼神便变得惊恐了起来，因为苏无忌一只手捏住了他的腮帮子，另一只手从腰带上取下了一枚手雷，直接塞进了他的嘴巴里。苏无忌把手雷塞进了马雷斯的嘴巴里之后，从地上的破鞋子里抽出了鞋带，在他的嘴巴上死死地缠了几圈。现在马雷斯的嘴巴根本闭不上，眼睛瞪得滚圆，浑身上下都在不断地打寒颤。他想要一个痛快，但没想到等着自己的居然是这种死法。马雷斯拼了命地摇头，眼睛里满是惊恐和绝望，手脚全部变得冰凉。这里是17楼。苏无忌面无表情地说道，为了避免你落地之后炸到别人，我会尽量让手雷在空中爆炸的。随后他拖着这家伙走到了窗边，现在的后者完全无法自己走路了，双腿已经软成面条了。苏无忌打开了窗户，按住马雷斯的嘴巴，拉开了手雷的拉环。大概2秒钟之后，他将这个杀手推了出去。马雷斯的脑袋朝下迅速下落，在落到5楼左右的时候，嘴巴里的手雷轰然爆炸，轰，漫天血雨。当马雷斯摔落在地的时候，身体已经没了上半截了，到处都是散落的血肉，下方已是一片混乱。然而这场爆炸注定不会引来警察，因为警长阿尔克纳曼正带着一众心腹手下在酒店的包厢里嗨着呢。苏无忌转身下了楼，面无表情地发动了车子，从马雷斯的另外半截身体上碾压了过去。压了一遍之后，他又倒车回来，重新碾压第2遍，然后才驶向阿尔克纳曼警长所在的维拉酒店。维拉酒店的名义上是吃喝聚会的酒店，但其实更像是个娱乐会所。几台当地警车就这么嚣张地停在门口，丝毫不在意路人的眼光。苏无忌戴上了口罩和帽子，径直走了进去。经理迎上前问道，先生，你去哪里？阿尔克纳曼在哪里？苏无忌问道。经理看着苏无忌这杀气腾腾的样子，立刻说道，先生，警长先生正在楼上包厢，您是客人吗？我可以先去问问他，然后……下一秒他便被苏无忌搂住了肩膀，从后面来看，这个姿势好像很亲密。可是经理却瞬间不敢动了，因为苏无忌的另外一只手正拿着一把冲锋枪，隔着外套顶住了他的胸口。带我过去，不然这一梭子弹会全部射进你的胸腔里。苏无忌的声音冷冷，让这经理的双腿打颤，简直站不住了。好好好，我带您去。经理好不容易才能正常走路，带着苏无忌进入了电梯，直奔3楼。他指了指走廊尽头的一间包厢，说道，哈尔克纳曼警长和他的同僚们就在那个包厢里。苏无忌说着，忽然抬起了手，一记上勾拳狠狠砸在了这经理的下巴上，他当即被打得白眼一翻，昏死了过去。苏无忌走到了那包厢门口，听了听里面的声音，随后推开了门。里面的墨西哥警察们还穿着制服呢，却个个左拥右抱，显得无比潇洒。坐在最中间的是一个又高又胖的中年男人，一看制服的级别便知道，此人就是警署的警长阿尔克纳曼。苏无忌进来之后立刻说道，所有女人全部出去。在场的这些垃圾们现在还不算太醉，顶多是处于了微醺的状态。
但听到苏无忌的话之后，都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儿。苏无忌冷冷地重复了一遍：所有女人都给我滚出包厢，立刻！你是谁呀？来这里捣什么乱？一名稍微年轻一些的警察从腰间掏出了配枪，重重地拍在了茶几上，喷着酒气说道：现在你来舔我的鞋，不把我的鞋子舔干净，你就得挨一发子弹。其他的莺莺燕燕见此，顿时一阵欢笑，没有一个人对苏无忌表露出同情的眼神。显然这种热闹他们应该不是第一次看了。旁边一名警察笑着说道：奥普南斯还是喜欢玩这个游戏。我记得上次一个小服务生不小心把酒水洒到了你的裤子上，然后你掏出枪来，逼着那服务生把你的鞋底全部舔干净。那个小服务生的舌头都舔得鲜血淋漓，啧啧。听到了吗？那个名叫奥普南斯的年轻警察得意地看着苏无忌，冷笑着说道。作为警长，阿尔克纳曼没有任何制止的意思，笑眯眯地看着此景，手在旁边舞女的腿上狠狠捏了捏。你确定吗？苏无忌冷冷地看着那个年轻警察。当然了。这个奥普南斯把枪举起来，对着苏无忌的脑袋，同时身子后仰，把双脚翘到茶几上。我数到3，你如果不跪下舔鞋子，我的子弹就会打爆你的脑袋。你快一点。他的话说不出来了，因为所有人都看到进来的这个男人从怀里掏出了2把冲锋枪。阿尔克纳曼的身形一震，他看着苏无忌的穿着，这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对方就是把西梅那送去医院的那个人。混蛋，你找死！奥普南斯反应了过来，刚要起身开枪，苏无忌便直接对着他扣动了扳机。哒哒哒哒哒，这冲锋枪的枪口连续射出了5发子弹，全部钻进了奥普南斯的脑袋。这个家伙再也嚣张不起来了。此刻他的整张脸都被打烂了，红白之物溅满了半边墙壁。墨西哥警察的战斗素质简直是可以约等于0。苏无忌这么一开枪，大部分人的反应不是掏枪反击，而是双手抱头，缩在沙发上瑟瑟发抖。就连阿尔克纳曼警长也被狠狠镇住了，浑身皆颤。其余的舞女们一片尖叫。再给你们一次机会，滚出这里！苏无忌冷冷说道。那些女人立刻抱着头，双腿颤抖着离开。有2个人半路还因腿软而连续摔倒了几次。苏无忌当然不担心这些人会报警，那拖街区的警察都在这儿呢。他把房门关上，双手抬起，扳机扣下，来回扫了一遍。于是所有的警察皆是小腿中弹，包厢里顿时一片惨叫。这时候他们也终于意识到了，面前这个男人就是来要他们的命的。终于有一个警察想要拔枪反击了，然而苏无忌压根不给他这个机会，连续几发子弹把这家伙的脑袋给打得稀巴烂。谁再敢拔枪，和他就是同样的下场。苏无忌淡淡说道，这声音冰冷无情，在场的那些垃圾听了惨叫声瞬间停止，无穷的惊恐在弥漫着。阿尔克纳曼警长疼得快要晕过去了，他捂着膝盖上的枪伤，吼道：该死的，你要干什么？苏无忌面无表情地说道：西梅那是我的朋友，也是你们的同事，他死得很惨，我要为了他报仇。该死的混蛋，要杀他的人是古铁雷斯，我只是个办事的混账。
阿尔克纳曼吼道：“我的身份可是墨西哥警察，你闹得这么大，绝对走不出这个国家。”我能不能走得出这个国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走不出这个包厢了。苏无忌说道，他的声音依旧冷淡，可落在众人的耳中，无异于死亡的宣判。阿尔克纳曼打了个哆嗦，语气稍微软了下来。你想要什么？我们可以谈条件。苏无忌盯着这个警长问道：“古铁雷斯在哪里？”阿尔克纳曼疼得满脸大汗，忍着疼说道：“他是我的大老板，他在哪里又怎会告诉我？”苏无忌冷冷说道：“既然这样的话，留着你们这群垃圾也没有任何的价值了。”他刚想开枪，忽然想到了什么，说道：“把你们的钱全部转给我，立刻！”除了阿尔克纳曼之外，剩下的10来个警察纷纷喊道：“我愿意交钱，只要放了我。我也愿意交钱，我把我所有钱都给你，我想活下去。”配合度还挺高的。苏无忌给小财务打了个电话，要了个墨西哥账户，随后让在场的警察把钱全部转进来。那个阿尔克纳曼本来不想掏钱，苏无忌直接对着他双脚扣下了扳机，2只脚都被冲锋枪的子弹打烂了。之后他终于喊着要交钱了。半小时之后，苏无忌的墨西哥账户里多了20万美金，其中有16万都是阿尔克纳曼警长的。苏无忌又给小财务打了个电话，让肖经理从皇后派个人到墨西哥，用这笔钱照顾一对患病的母子，或者想办法把他们接到华夏去。你又在墨西哥见义勇为了吗？小财务问道。苏无忌叹了一声，这个母亲的女儿今天因我而死。小葛磊沉默了几秒钟，随后说道：“肖经理就在旁边，他都听到了。”好，再见。苏无忌并未多聊。小葛磊，你注意安全。苏无忌挂断了电话之后，看了看还活着的11个垃圾，说道：“你们已经发挥完了剩余价值，我可以送你们上路了。”混账！你收了钱，为什么还不放了我们？阿尔克纳曼吼道：“我从未说过交钱能保命。”苏无忌的表情淡淡：“你们只是付出了应有的代价而已。”说着，他走到了门边，把腰间剩余的3枚手雷拿了出来。看到了此景，包厢里的这些人皆是露出了无比惊恐的神色。苏无忌把手雷的拉环全部拉开，往沙发上一丢，随后面无表情地转身关门。这些墨西哥垃圾们的2条腿都被打断了，尤其是那个阿尔克纳曼，这个警长的双脚甚至都已经血肉模糊了，根本走不了路，完全不担心他们能开门跑出来。苏无忌刚刚走到墙壁转角，包厢里便响起来剧烈的爆炸声，轰轰轰，整栋楼都在震颤着。隔了半分钟，苏无忌一脚踹开了包厢门，浓烈的烟尘瞬间涌了出来。而包厢里，那拖街区的警察们横七竖八地躺了一地，已是一动不动了。苏无忌抬起双手，2把冲锋枪同时扣下扳机，对着那些未凉的尸体，直接清空了弹匣，把2只打空了的枪插回腰间。苏无忌看着一片狼藉的包厢，轻声说道：“西梅纳安息吧。”苏无忌到达墨西哥还不足24小时，复仇之路便因西梅纳而彻底铺开了。13名黑警死亡，其中包括1个警长。那坨警署几乎被清空了，这已经算得上是重大暴力事件了。
所有人都以为凶手是针对性的报复警察。瓜达拉哈拉的所有警察在因苏无忌而紧张。当然，这件事发生在这种连市长都能被丢下楼的国家，似乎并不算特别稀奇。苏无忌驱车离开案发酒店，拐过了2个路口之后，一台老款现代途胜开始和他并行。苏无忌看了一眼，觉得司机有些眼熟，随后点了点头，招了一下手。旁边车子的驾驶座上也是个华夏面孔，对方降下了车窗，说道：无忌，动静不小。苏无忌说道：王哥，原来你调到了墨西哥，得辛苦你们给我擦屁股了。显然这个司机的身份是国安特工。苏无忌之前上中学的时候还在宁海重案组见过他，后来便是时隔多年不见，原来对方被调到美洲组了。干得漂亮，你做了我们想做而不能做的事情，这些人类的垃圾就该用机枪全给突突了。王哥可没嫌苏无忌惹麻烦，似乎还觉得对方完全可以搞得更轰轰烈烈一些。随后他从车窗递过来了一个纸袋子，苏无忌接过来一看，是汉堡和咖啡。停车吃点，垫垫肚子。王哥说道。苏无忌靠边停下，把食物放在引擎盖上，大口吃着。吃的虽然快，但却味同嚼蜡。你从墨西哥城到这里1天1夜没睡，要不要歇歇？王哥问道。不用。苏无忌摇了摇头，用脚尖踢了踢旁边途胜的轮胎。居然还是 V6 的途胜，这车现在有点难找了。还行，发动机劲儿大，跑烂路比较方便。王哥知道苏无忌在岔开话题，没多聊车，而是直接说道：我们已经派人去处理西梅娜的后事了。苏无忌把嘴里的食物全部咽下去，才轻轻一叹：他是因我而死？不是的，其实不管你来不来，这种事情都会发生。王哥拍了拍苏无忌的肩膀，安慰道：换作是别人来，结果也是一样。苏无忌说道：我准备让人把西梅娜的母亲和弟弟接到华夏去，我有能力照顾他们。也好。王哥随后又给出了自己的建议。不过他母亲的病情比较严重，可能也已经时日无多了，你尽量多考虑考虑。苏无忌把那杯咖啡一口喝光，随后道：王哥，把古铁雷斯的所有资料都给我。现如今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这个墨西哥大毒枭的身上了。你来了就要真相大白了，怪不得他们都说你是福将。王哥说着，把一个平板电脑递给了他。所有资料都在里面，这家伙常年龟缩在华雷斯市的一个庄园里，地图上叫苏摩庄园。苏无忌立刻打开电脑，翻看了好一会儿资料，才沉声说道：希望这一次能找回所有人。一定会的。王哥说道：我已经提前让几名特工前往华雷斯去给你打前站了，从这儿过去有点远，我送你去。从瓜达拉哈拉到华雷斯这个混乱之城，开车需要1500公里，起码得花18个小时。苏无忌说道：不用，我自己开车去就行。已经有一个西梅娜牺牲了，他是真的怕激战再波及到王哥。现在的苏无忌不想看到任何一人因自己而死。你这是忘了我的身份了，谢。王哥看穿了苏无忌的想法，笑着说道：我没那么容易死的。苏无忌愣了愣。是啊，旁边这位可是国安的资深特工。苏无忌不知道王哥的真名，就算问了，对方因为纪律问题，
也不可能告诉他。他也没再拒绝。行，那咱们俩换着开车。王哥笑道。我开飞机送你去。苏无忌。直升机啊。王哥说道。固定翼航校的训练机。苏无忌一攥拳。那太好了。半小时之后，他们便来到了瓜达拉哈拉郊外的一处航空学校。苏无忌看着那小型机场上停着的各式飞机，说道：咱们要租一架吗？这行校是华人投资的，咱们1分钱也不用花。王哥指着一架最新的飞机说道：就这一架，这架飞得最快，去年才买的。塞斯纳夫 182T 型飞机。苏无忌听了这话，便明白，这个航校8成是有着国安背景的秘密基地。王哥也没瞒着，继续说道：之前你送西梅娜去的安赫莱斯医院，前几年被华资入股了，现在也是我们的地盘了。苏无忌显然也听明白了，这几年来华夏方面一直在暗中加大力度，在寻找江秉辰等一众失联人员的事情上，从来不曾放弃过。带上这个，咱们出发。王哥丢给了苏无忌一个降落伞包，苏无忌二话不说就带上了。如果咱们半途被盯上了，直接跳机。王哥说道，但我估计概率不大。古铁雷斯没有什么防空能力，大部分的人手应该在各处高速路口和加油站等着呢。10分钟后，这架小飞机冲天而起。王哥做的没错，他们选择一路飞过去，把古铁雷斯的手下们全给晃了。那个马雷斯和阿尔科纳曼的死，确实狠狠震撼到了古铁雷斯。他已经安排手下的精锐力量在通往华雷斯的各处交通要道把守。如果苏无忌从这些地方经过，少不了要经历一番苦战。华雷斯的一处庄园里，一个穿着花衬衫的大胡子男人正站在一群精锐的雇佣兵前面，他嘴巴里咬着一根古巴雪茄，说道：找到那个家伙，这些钱就全都是你们的。这就是古铁雷斯。他的身边放着10几个打开的大箱子，里面整整齐齐地装满了美金。当然，这些钱都是独资，全都得用别的名义洗上一遍才能用。而对于常年生活在黑暗世界的雇佣兵们来说，洗干净这笔钱实在不算什么问题。放心吧，古铁雷斯先生。那雇佣兵首领也咬着雪茄，笑着说道：我们毒蜘蛛佣兵团的成员都是以前天神势力里的精锐人物，单兵作战实力甚至都能和神卫相媲美。如果我们还堵不住那个家伙，那你可就得请天神出马了。这语气着实是有点大了。不要大意，一定要找到暗影天王墨西哥，不可以有人能够威胁我。古铁雷斯并未完全相信对方的自夸，沉声说道。而这时候，他的手机响了起来。看了看来电，古铁雷斯的表情瞬间就凝重了起来。他接通之后，深吸了一口气，调整了一下面部表情，竟是表现出了毕恭毕敬的态度。胸羽小姐，你好。古铁雷斯，这是我们第2次联系。淡淡的女人声音从电话里传来，莫名带着一股无形的压迫力。你没有按我说的做，我只能祝你好运。古铁雷斯深吸了一口气，强行给自己解释道：胸玉小姐，主要是我之前有些大意了，以为把这些人都灭口了，就能万无一失了。胸玉淡淡说道：你激怒了一头狮子。古铁雷斯的心中有些不安。胸玉小姐，你和组织能帮我吗？
凶宇说道。本来可以的，但在你自作主张地进行了灭口行为之后，我们不会再介入此事。古铁雷斯的语气里一下子带上了狠劲儿。你的意思是要跟我做切割？现在出了事了，你们就想撤？凶宇说道。我并没有让你杀掉任何人，你必须为自己的错误而买单。听着这冷漠无情的话语，古铁雷斯把雪茄往地上狠狠一扔，大声道：我这些年为了组织做了多少事情，提供了多少经费，你才刚刚上任就这样把我丢掉？凶宇的语气仍旧淡漠，说道：我这么说吧，即便是换作一条宠物狗，坐在你的那个位置上，也不会做得比你差多少的。凶宇，你们不得好死！古铁雷斯恶狠狠地把手机砸碎了，他喘着粗气，狠狠地咒骂着，明显失态了。某个瀑布之前，一个身穿白裙的身影正站在水潭前面，挂断了电话，随后望着翻腾的水花，表情沉静，一言不发。你做得很对，这种时候你所能做的只能是切割。一道声音响起，在水潭旁边的椅子上坐着一个身穿蓝白条纹病号服的中年男人，看起来有些虚弱，气色非常不好。正是雪人。凶宇淡淡说道：这世界最怕蠢人的灵机一动，古铁雷斯的擅作主张说不定会毁了我们之前所做的一切。他从未下达过任何杀人灭口的命令，而苏无忌恰恰被这命令激怒了。雪人说道：倒也不用那么谨慎，毕竟那个墨西哥的毒枭并不知道一直指挥他的组织就是黑渊。凶宇看了看雪人，淡漠的眼神里闪现出了一线复杂。但是苏无忌一定能猜到，那小子潜力无限。雪人笑了笑，丝毫不吝惜对苏无忌的赞赏。如果他能成为银月的指挥官，就完美了。凶宇轻轻攥了攥拳头，第5进位和第6进位从罗马落地之后就失联到现在了。停顿了一下，他轻轻地吸了一口气。苏无忌一定在罗马张开了口袋，就等着他们钻进去。虽然推断出了结果，但是凶宇一时间却想不明白，那个华夏青年究竟亮出了怎样的底牌，才能让实力强劲的2大禁卫无声无息地消失。这实在是太让人惊恐了。雪人说道：就像是你所说的那样，这也是蠢人的灵机一动，结果给你们裁决庭造成了重大损失。凶宇微微有些意外，道：你身在禁锢之中，也看出来这并非我的主意了。这不是你的风格。雪人说道：表面上看起来是个好计策，实则细看之下漏洞不少，哪里都有摘桃子的人，黑渊这种超然的势力也不例外。凶宇似乎把雪人当成了倾诉对象，接着说道：更何况黑渊内部温和派和激进派的争端始终不少，裁决庭夹在中间，我又初来乍到，很难做出有效的平衡。雪人问道：这次来摘桃子的是哪个蠢货？凶宇抬手指了指上面，眸子里有些危险的光，说道：黑渊内部的太子党。在苏无忌飞向混乱之城华雷斯的时候，2大禁卫在罗马养老院里度过了第2夜。相比较整夜失眠的第1夜，这一次心事重重的他们居然睡着了。一觉醒来，天光已经大亮。这2人的房间并不大，只有20个平方，摆着2张床，1张小桌子，还有一个能洗澡的卫生间。从布局上来看，
他们住的就像是快捷酒店的普通标间，和养老院里其他的豪华别墅完全无法相比。在这一群大神中间，能够拥有这种居住条件，在黑渊地位颇高的2大禁卫，居然觉得很难得，很满意，甚至开始知足了。有点神奇啊。麦耶斯坐在床上，揉了揉惺忪的睡眼，颇为奇怪地说道：我已经很久都没有睡过那么好了，很安稳，一夜无梦。阿图罗看着从窗帘缝隙透进来的晨光，默然了一会儿，才说道：我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酣宁。走吧，吃饭去。麦耶斯说道。那位岳大厨做饭可真好吃，如果再回黑渊，我得把那些厨师都给换掉。阿图罗看了他一眼。你换不掉，黑渊的厨师都是高层的关系户。麦耶斯骂了一句挺脏的话。2人洗漱完毕，便穿衣出门了。在这养老院里，他们完全没有被限制住自由，想去哪儿都行。前提是不怕被打死。2位早上好。一个推着小推车的小护士见到2人，问了声好，声音清甜，一如这冬日早晨的一杯蜂蜜水。阿图罗和麦耶斯听了，都感觉到很舒服。这2人居然破天荒地齐声回应了一下。也好。毕竟平时在黑渊里，那些下属们向他们问好，2人都是爱答不理。尤其是第5禁卫阿图罗，平时就是以冷漠而出了名的。随后这小护士便和他们并肩走出去，边走边问道：两位是因为什么住进来的呀？要是放在以往，麦耶斯早就出言斥责了。毕竟禁卫大人做什么，是你一个小护士能干涉的吗？管得太宽了。可是在这儿他不敢做自己，毕竟这个养老院里已经不是卧虎藏龙了，而是简直个个都堪比远古神兽。阿图罗直接说道：我们误打误撞的进来，就出不去了。小护士轻笑：原来是这样呀，不过你们不要着急，说不定住上1个月之后，你们就不想走了。不想走？麦耶斯说道。那应该不太可能，我可不想被困在这么个院子里。阿图罗没吭声。他当然认为自己不会在这里住得太久，但是昨天晚上睡得那么香甜，让他有点舍不得这样的睡眠。这是一种很神奇的感觉，似乎在知道自己不能随意离开之后，他便彻底的安心下来，什么都不去想，所有的凡事杂物都被抛开，身心居然前所未有的轻松了起来。这已经是自己多年未曾拥有过的心理状态了。希望你们能住得开心。小护士说道。这里的老人家都很随和的，你们要是愿意的话，可以跟他们多交流交流，一定会受益匪浅的。他们很随和，呵呵。麦耶斯干笑了2声。随和个屁！住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和这个形容词不沾边，哪一个不是杀人不眨眼的超级猛人？尤其是那个穿着米国旧款军装的家伙。小护士说道。其实我能看出来，以你们2位现在的实力级别，能给你们提供指导的人应该已经不多了，但是这里的老人家或许随便一句话都能开导你们的。阿图罗很认真地思考了一下。你说的对，这确实是个好主意。麦耶斯很认真地看了看小护士，发现对方虽然戴着口罩，但是露出来的眉眼却是清秀动人，不施粉黛的颜值也是极为惊人，于是问道：你是怎么进到这里面工作的？我爸爸让我来的呀。小护士说道。你爸爸？哦，原来如此。麦耶斯没有再刨根问底，
他生怕再问出一个惊天动地的名字，把自己和阿图罗再给震晕过去。阿图罗看了看小护士那露在护士帽外面的头发，在晨光的照耀下，这发色呈现出了熔炉般的金色，璀璨动人。这种纯粹的熔炉金，在全世界只有一个家族的人才能拥有。两位哥哥，我还有事，祝你们度过愉快的一天哦。小护士的性子颇为活泼开朗，麦耶斯难得的变得有礼貌了起来。且祝你天天开心，你很漂亮。妈的，在这里住着，想没礼貌都不行。小护士挥了挥手，然后推着满是仪器的小推车，走到了一栋别墅的门前，按了按门铃，娇声喊道：格伦萨爷爷，该起床量血压了呀。砰！听到了这个名字，麦耶斯的双腿一软，一屁股坐倒在地，而他旁边的阿图罗又是直挺挺地摔倒了。前一天他在餐厅晕倒了，把后脑勺摔出个大包，这一下包上加包。不过阿图罗本来是晕过去的，这一下磕到了后脑勺，倒是把他给摔醒了。你怎么这么不淡定？麦耶斯忍不住地说道。其实他自己也好不到哪去，现在脑袋一阵阵的发晕。这时候那个金发小护士又推着小推车快步走了回来。你们俩这是怎么了呀？他半跪在地上，立刻给阿图罗量血压。阿图罗虽然摔得醒过来，可还是非常眩晕，眼前惊心乱飞。以他们两人的身体素质，能被一个名字震到这般地步，也是极为罕见了。在曾经的黑暗世界，盖伦萨在人们心中的存在感，甚至比现在掌勺的月修要强一些。实在是因为月修出场亮相的次数太少，而盖伦萨的名字一直都是极为响亮，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普通人需要仰望的存在。我的天啊，血压都飙到快300了。小护士说道。我得立刻送你去医务室。不用，歇歇就好，歇歇就好。阿图罗喘着粗气，麦耶斯在一旁重重拍了拍自己的脑门，深吸了一口气，说道：真不知道这里还住着谁，太可怕了。而这个时候，刚刚被小护士敲过的别墅院门打开了，一个身穿黑色大衣的老人走了出来。他须发皆是全白，但是衣着却无比精致，剪裁合体的大衣里面穿着黑色西装，衬衫领口还系着红色的领结，一股欧洲老贵族的范儿扑面而来。在看到他的这一刻，麦耶斯和阿图罗感觉到更晕了。小贝茨，怎么了？老人走过来，虽然看起来已经很老了，但步伐之中透着优雅。葛伦萨爷爷，这2个新客人的血压有点高。那个名叫小贝茨的小护士说道。也许是还不习惯这里的氛围。看着这位传说中的超级大神，麦耶斯和阿图罗不约而同地回想起了少年时仰望黑暗世界天际线的感觉了。盖伦萨的语速很慢，声音之中透着慈祥与和蔼。怎么这么年轻，就住到养老院里来了啊？他并不是每天都去餐厅吃饭，服务生会把饭菜送进房间，老人甚至可以很多天都不出门，所以并不知道这2天的新故事。阿图罗艰难地起身，等完全站起来之后，才说道：盖伦萨大人，我们并不是主动住进来的，但是进来之后就走不了了。麦耶斯也连忙站起来，还拍了拍屁股上的灰尘，随后鞠了一躬。很明显，在这裁决庭2大禁卫看来，坐在地上跟盖伦萨这种超级大神说话
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盖伦萨看起来很和气，并未细究原因。他微笑着看了看这两个中年男人，言语之中也并未把这两人当成敌人。你们年纪不算大，能拥有现在这种实力，已经是相当不错了。在听到了这句评价之后，阿图罗和麦耶斯甚至觉得自己的呼吸都粗重了起来，心脏简直要跳出嗓子眼了。即便现在已经人到中年，地位颇高，可被这种耳时需要仰望的大佬夸奖，他们的心情也依旧充满了激动和兴奋。谢谢，谢谢葛伦萨大人。两人连连鞠躬。他们的脑袋依然很晕，但那是幸福感所带来的眩晕。两个年轻人和我这个老家伙一起去餐厅吃个早饭吧。盖伦萨微笑着问道。阿图罗的身形又是一晃，旋即被麦耶斯扶住了。好好好，都听葛伦萨大人的。两人连连答应，而一旁的小护士却撅了撅嘴。克伦萨爷爷，您还没量血压呢。盖伦萨笑道。小贝茨，我的血压一直都很正常了。小护士说道。那也不行，必须量，不仅量血压，还要量体温呢。好好好，都听你的。盖伦萨的脸上满是宠溺感，他笑呵呵地解开了大衣，撸起了袖子。等小护士记录下了所有数据，才帮着盖伦萨穿好了衣服。你妈妈最近也没来看我。盖伦萨对小护士说道。听说她最近在研究做饭，我还挺期待尝一尝她的手艺的。小护士又撅了撅嘴。葛伦萨爷爷，您还是不要期待我妈妈的手艺了，她打人很疼，但做饭，这么说吧，要是从小就吃她做的饭，我都活不到现在的。你呀你，可不能当面这么说你妈妈。盖伦萨说道。你的弟弟每天都在吃他做的各种饭菜。小贝茨满眼的幸灾乐祸。我好同情我的弟弟啊。一旁的麦耶斯和阿图罗对视了一眼，终于鼓足了勇气，问道：那个亲爱的小贝茨，你妈妈是谁呀？小贝茨也没想着隐瞒，随口说道：她很低调的，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家庭主妇，你们肯定没听说过，叫罗莎琳德。砰砰，接连两声闷响。黑渊裁决庭的两大禁卫再度直挺挺地晕倒在地。王哥开着飞机，带着苏无忌，中途落地加了一次油，越过了古铁雷斯布置的重重关卡，直接降落在了华雷斯的一处小型民用机场。这一路还算比较顺畅，并未遇到任何的袭击，准备好的降落伞包都没用上。这个小机场归一个毒枭所有，叫卡瓦雷。王哥指着外面的一排固定翼和直升机，这里的飞机不是用来运人的，都是送货的。这个卡瓦雷的货物大部分都销往了南美，还有1/3进入了米国。他抬手指了指对面，隔着一条格兰德河，就是米国德克萨斯州的埃尔帕索市了。苏无忌说道：开着飞机往米国境内送毒墨西哥的毒枭，真是够猛的。王哥笑着说道：嗨，别看米国在其他大洲那么嚣张，其实边防一塌糊涂。这时候，一个穿着黑西装的光头壮汉走过来，递给了王哥一把车钥匙和一个新手机，还说道：王先生，弹药库负责人的联系方式已经在这手机里了。老板说了，这里的枪支弹药随你们用，想用多少都可以。谢谢热心的卡瓦雷先生。王哥转头对苏无忌说道：我们在华雷斯行动期间可以借用一下卡瓦雷的车辆和武器。苏无忌知道
能和这种杀人不眨眼的毒枭提前达成这样的合作协议，过程必然极其凶险。王哥这群无名英雄才是在黑暗与刀锋上起舞的孤勇者。如果人手不够，也可以跟他说。西装壮汉又说道。再次谢谢卡瓦雷先生。王哥说道。我们事后会当面感谢他的。这西装壮汉说道。不，你们能来，我的老板就已经很开心了。你们是他最尊贵的客人。苏无忌和王哥随后上了一台悍马。这种油老虎在华夏已经快要看不到了，但却一直是墨西哥毒枭们最偏爱的车型之一。还是个防弹的。苏无忌敲了敲车玻璃，说道：这些毒枭们比谁都惜命。王哥拍了拍车身，发出了沉闷的响声。就凭这台车的改装材料，大部分的子弹都能扛得住，只要不遇到 RPG 和迫击炮。苏无忌眯了眯眼睛。这个卡瓦雷对咱们的支持力度还真是够大的。王哥说道。只要古铁雷斯死掉，那么华雷斯剩下的2个毒枭就能趁机平分了他的份额，这座混乱之城便可以从3足鼎立变成2虎相争这么巨大的利益。卡瓦雷不可能不动心。苏无忌点点头。对他来说，和华夏人合作是一本万利的生意。王哥说道。不过也得警惕他们背刺，这种毒枭全都是极为擅长背信弃义的无耻之徒。他显然对墨西哥的毒枭们非常了解，说不定也在这方面栽过跟头。好，针对古铁雷斯的猎杀时刻开始吧。苏无忌想起了西梅娜的尸体，声音里透着渗人的寒意。王哥看到了苏无忌的样子，抬手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无忌，你的心太软了。当然这不是坏事，但要习惯。苏无忌摇头笑了一下。不，我对敌人一直都心狠手辣。王哥说道。西梅娜是个好姑娘。随后他抽出了2支烟，递给苏无忌1支，后者接过来咬在嘴上，难得点燃了一次，抽了一口。当烟草的味道在嘴巴和鼻腔里弥漫开来，苏无忌觉得清醒了一些。王哥看了看苏无忌的动作，说道：看你平时抽烟应该不多。说着他深吸了一口，把1口烟吐出来，又吸了回去，来了个熟练的大回笼，随后从鼻子里喷出了浓浓的烟雾，就像喷出了许多压力与烦愁。这场景竟是有点动人。将近5秒钟，王哥才把这第1口烟给喷干净。苏无忌笑了一下，道：这抽烟动作还挺有味道。王哥说道：每当有战友牺牲，一点燃香烟，本能的就会想来几个大回笼，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苏无忌明白，对于西梅娜的死，王哥的心里也很不舒服，但常年在一线活动，他们甚至没有机会去公开的表示哀悼，只能借助烟草的味道稍微麻痹一下心情。我也试试。苏无忌有些异动，深吸了1口烟，试了一下大回笼，一下子就有点上头发晕了，似乎心中的那股烦闷也随着这烟雾消散了一些。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先前把车钥匙交给他们的西装壮汉忽然扶了扶耳边的通讯器，随后立刻朝着这边快速跑了过来。等一等，请等一等。他边跑边喊：出什么事了？王哥往车窗外吐了口烟，问道：我们的训练基地遭到了古铁雷斯手下的袭击，甚至还有一股佣兵已经朝着老板的庄园冲过去了。老板，希望你们能够支援他。
在华雷斯，每年因暴力犯罪而死去的人数起码在2000以上，毒枭之间的冲突也是司空见惯了。听到发生了这种事情，苏无忌看了王哥一眼，说道：王哥，你来拿主意，我听你的。王哥反问道：你的意思呢？现在还不确定古铁雷斯方面是不是已经发现了他们的踪迹。按照常理来说，现在的古铁雷斯本该选择自保才是，对方突然在这种关头对卡瓦雷发动袭击，又是要做什么？最关键的是，卡瓦雷的硬实力其实还比古铁雷斯高出一些来，后者这种硬碰硬的举动让人非常迷惑。苏无忌说道：我的意思就是让卡瓦雷抵抗住对方的攻势，我们围魏救赵。好，就这么办。王哥立刻扭头对那西装壮汉说道：告诉你老板，让他挺住，我们直接去进攻古铁雷斯的老巢。他知道自己和一众特工虽然算得上资深，但在这一场行动里其实都是以苏无忌为主导的，即便自己的经验很丰富，可在做决定的时候并不一定能有这个青年睿智。你走啊！苏无忌直接发动了悍马。他在路上联系了弹药库的负责人，到达之后从中取了不少装备，不仅配上了各式枪械，甚至还弄了3台可以遥控引爆的无人机。这一处弹药库表面上看起来是一处小型食品加工厂，位于华雷斯的城市边缘，周围明显有些荒凉，房屋大多已经很破旧了，显然大部分人们都选择搬离了这里，只有一些想要偷渡去隔壁国家的人才会暂住于此。这卡瓦雷也是狡兔3窟，光是秘密布置在华雷斯的中型弹药库就有6个以上，即便古铁雷斯发动突然袭击，打掉了2-3个弹药库，卡瓦雷这边的火力也不至于陷入瘫痪。不过就在苏无忌和王哥刚刚启动离开的时候，忽然间看到前方的路上出现了2台皮卡车。我去 RPG。 王哥喊道。说什么来什么。一个身穿迷彩服的雇佣兵正站在车斗里，肩扛火箭筒，直接对着他们所在的这台悍马扣动了扳机。毕竟这种防弹悍马实在是太扎眼了，一看就不是平民能开得起的。王哥的驾驶经验算是相当丰富了，猛然一个急刹车，狂打方向盘，那枚火箭弹便擦着车头飞了过去，落在了10米之外。苏无忌直接抽出了一把突击步枪，从副驾探出了身子，砰砰2枪，把那个站在车斗里的雇佣兵爆了头。干得漂亮！王哥喊道。这时候第2辆皮卡车里又射出来一枚火箭弹，直接轰开了弹药库的厚重大门。枪声已经接连响起，叮叮当当的落在悍马的车身上，射击精准度居然非常高。咱们走！苏无忌喊道。王哥开着车往古铁雷斯大本营的方向一路狂奔，速度很快就飙到了150。而他们还没开出多远呢，身后就传来了惊天动地的爆炸声，黑色的滚滚浓烟已经冲上了天空。这一处弹药库被引爆了。其实卡瓦雷在弹药库里面还安排了10几个人防守，可他们根本没有对那些佣兵造成任何的阻碍。他们还会来找我们的。苏无忌沉声说道。王哥挑个合适点的地方，我下车埋伏他们。你独自一人？王哥说道。对付他们没难度，你等着接应我就行。苏无忌说着，已经从后排翻进了后备箱，开始武装自己了。1分钟后，车子停下，苏无忌从后备箱里翻了下去。
他拎着狙击枪，背着无人机背包，迅速攀上了路边一幢无人居住的7层居民楼。5分钟之后，那2辆皮卡车便已经出现在了苏无忌的视野里了。这次的行动还算比较顺利，唯一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坎约克居然被人隔着100米打爆了脑袋。坐在驾驶座上的是一个叼着香烟的中年男人，他是毒蜘蛛佣兵团的副团长阿伯特。之前那位团长对古铁雷斯声称，每一个毒蜘蛛成员都拥有不次于天神殿神类的实力，这句话显然是有点吹牛了。不过他们的单兵素质确实很强，远胜墨西哥本国的特种部队，所以这位副团长阿伯特才会认为苏无忌能够一枪打死毒蜘蛛的精锐成员，有点不可思议。卡瓦雷的手下有这样的战斗力吗？副驾上的佣兵疑惑地说道。会不会是瞎猫碰见死耗子？说不定那个家伙就是我们要找的人呢。阿伯特反应了过来，沉声下令，全速追击那台灰色悍马，遇见之后不需要请示，直接开火。2台皮卡纷纷加速。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似乎是有什么东西从眼前一晃而过。阿伯特的余光一瞟，立刻猛打方向盘，吼道：小心！一架埋伏着的无人机忽然从高空俯冲了下来，从他的车顶掠过，准确地砸在了第2台车的前挡玻璃上。轰！剧烈的爆炸声已然响起，第2台皮卡的4个车门都被炸飞了，所有的玻璃全碎，车子只剩个框架，里面的4个佣兵惨不忍睹。该死的！阿伯特对着通讯器吼道：团长，我这边遇到了袭击，减员4人，对方绝对是我们要找的暗影天王。拖住他，支援随后就到。一道沉沉的声音从通讯器里面传了过来。砰！这时候一道枪声响起，红白之物溅满了一车厢，一发子弹从旁边7楼的顶上打下来，打穿了车顶的小天窗，一个坐在后排的佣兵被生生打爆了脑袋。狙击手，我们遇到了狙击手！副团长阿伯特大喊道。他的反应极快，冒着翻车的危险，直接一打方向，冲进了旁边的巷子里。这是那个狙击手的射击死角。然而这并不是意味着逃出升天，结果甚至恰恰相反。因为在前方20米处正悬停着一架无人机。阿伯特的眼睛里瞬间充满了绝望。